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一个超级真实的现象，那就是中国相亲市场彻底逆转了。曾经的男追女，现在早就一去不返，特别是那些30岁以上的优质大龄剩女，现在真的是无人问津呀。我从事婚恋服务这行已经10多年了，亲眼见证了整个市场的惊天大变化。以前呀，只要是个姑娘，到了适婚年龄，那追求者可真是踏破门槛，家里条件好的、长得漂亮的，那更是供不应求。但是现在呢，天哪，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38岁的女客户张女士，说起来，张女士条件真的不差，名校毕业，在外企做到了中层管理，年薪60多万，还有房有车。长相嘛，属于气质型美女，保养得宜，看起来也就30出头的样子。可是她找对象却犯了难。丽姐，我真的好着急啊，眼看着都快40了，还是单身，家里催得紧，我自己也想赶紧成家，可是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张女士坐在我办公室里，眼眶都红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这样的情况这几年见得实在太多了。张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好好分析一下情况，看看问题出在哪里。接着我就跟张女士聊了聊她的择偶标准，果不其然，问题立马就显现出来了。我的要求其实不高。张女士说，首先年龄差不能太大，最多比我大5岁，小的话最多小3岁吧，不然代沟太大。然后学历至少要本科，最好是研究生，毕竟我自己是硕士嘛。工作方面至少要跟我差不多，或者比我更好一点，年薪50万起步吧。身高嘛，至少要1.78米，我穿高跟鞋也有1.7米了。哦对了，最好是有房有车，没有的话至少有买房的能力。我听完都惊呆了，天哪，这也叫要求不高？我当场就给张女士泼了盆冷水。张小姐，不是丽姐打击你，按照你这个标准，你知道咱们数据库里有多少符合条件的男性吗？多少？张女士眨巴着眼睛问我，不到1%。我干脆利落的回答，而且符合这些条件的男性，年龄在35到43岁之间的，几乎都已经结婚了。剩下的极少数单身男性，他们的择偶要求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张女士摇摇头，年龄30岁以下，长相甜美，性格温柔，最好是那种没什么事业心，愿意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。我一字一句地说道。张女士当场就傻眼了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？凭什么啊？这就是现实。我耸耸肩，当今社会男女比例失调本来就严重，再加上近些年传统婚恋观念的变化，好多男性宁可单着，也不想找个事业心强的女强人，他们会觉得压力太大，驾驭不了。我继续分析，再看看数据。2023年国家统计显示，全国25到49岁的单身男性比单身女性多出3000多万。但是为什么像张小姐这样条件优越的女性还是找不到对象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因素，男性普遍都喜欢找比自己年轻的女性。好多女性走上社会后，事业发展的不错，就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等到了35岁左右才想起来找对象，可这时候同龄的优质男性早就被小姑娘们抢走了。我说的有点激动，所以啊，现在的相亲市场已经完全逆转了。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，特别是那些事业有成的，根本就不占优势。张女士听我这么一说，整个人都蔫了。那我是不是就没希望了？也不是完全没希望。我安慰她，只是要调整一下心态和择偶标准，比如年龄这一块可以放宽一些。40多岁甚至50出头的男士，很多都是事业有成、成熟稳重的，有些是丧偶或离异，但人品和经济条件都不错。这部分人群其实挺适合你的。张女士皱了皱眉，可是年龄差那么大，会不会有代沟啊？而且我还想要孩子呢，这个吗？确实是个问题。我点点头，不过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，很多40多岁的女性也能顺利生育，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接受对方之前婚姻中的孩子啊。讲真，我能理解张女士的心情，在我们这行这几年类似的案例实在太多了。一方面
35岁以上的优质单身女性数量激增。另一方面，男性对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兴趣却直线下降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供需失衡。有时候我真想对那些还在犹豫不决、挑挑拣拣的年轻女孩子们大声疾呼：姑娘们啊，别把青春都浪费在工作上啊！趁着年轻，赶紧找个好人家嫁了吧，不然等你功成名就，想找个配得上你的另一半可就难了。当然了，这并不是说女性不应该追求事业成功，而是说婚姻和事业要平衡，不能顾此失彼。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还很浓厚的国家，太拼事业而忽视了婚姻，到头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那天之后，张女士回去好好想了想，过了1周又来找我，丽姐，我思考了很多，觉得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择偶标准。他的语气明显没有上次那么坚定了，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比我大太多的男性，最多大10岁吧。我点点头，这个调整已经很不错了。那其他方面呢？学历可以放宽到本科，收入的话，只要正当职业，能够自食其力就行。至于房子嘛，有一套就行，不用非得是学区房、豪宅之类的。张女士说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心里稍微有点安慰，至少他开始面对现实了，而不是一味的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标准。但说实话，即使是这样调整后的标准，在当今的婚恋市场上，对一个38岁的女性来说，依然不算容易。我给张女士安排了几次相亲，但结果都不太理想。有一位45岁的企业高管，条件非常不错，对张女士也挺有好感，但张女士嫌他发际线后移。还有一位43岁的大学教授，温文尔雅，家境殷实，但张女士觉得他太书生气，不够阳刚。还有一位40岁的医生，长相帅气，谈吐不凡，但张女士又担心医生太忙，没时间陪我。每次相亲失败后，张女士都会来找我诉苦。丽姐，为什么合适的人这么难找啊？我只能苦笑，因为你的标准依然很高啊。虽然嘴上说放宽了，但在潜意识里，你还是希望找到那个完美的白马王子。可是现实是，那样的人即使有，也早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张女士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，在我的客户中，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比如李女士，42岁，银行高管，年薪100万，但至今单身。还有王女士，37岁，知名媒体总编，事业有成，但婚姻一片空白。再比如赵女士，39岁，互联网公司高层，住豪宅，开豪车，却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年轻时专注事业，忽视了感情，等到事业有所成就，想回头寻找另一半时，却发现市场已经变了天。最近我接待的一位客户刘女士，34岁，某知名外企高管，年薪70多万。他找我时就很坦率，丽姐，我知道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，但我真的不想将就，我宁可单身，也不愿意找个不合适的人凑合过一辈子。我理解刘女士的想法，但也不得不让她认清现实。刘小姐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的选择范围会越来越小。现在34岁，你还有一些机会，等到38岁、40岁，那可就真的难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刘女士不解地问，男人年纪大了，不也一样吗？为什么他们就能找到年轻漂亮的姑娘，我们就不行？我叹了口气，这就是社会现实啊。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本来就有差异，女性的生育能力随着年龄增长会下降，这是客观事实。而在传统观念中，女性的青春和美貌被视为重要的择偶指标，这又是文化因素，两者叠加在一起，就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。我接着给刘女士讲了一个真实故事。去年我有一位男客户，45岁，离异，有一套房产，年收入50多万。按理说条件一般，但是他提出的要求是女方年龄不超过30岁，长相甜美，性格温顺，最好是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单纯女孩。你猜怎么着？不到1个月，我就给他介绍成功了。对方是一个28岁的幼儿园老师，长相可爱，性格开朗。这不公平。刘女士有些激动，生活本来就不公平。
我耸耸肩，我们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择偶偏好，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。通过这些年的工作经验，我深刻体会到，中国相亲市场已经完全逆转了，曾经的男追女早已一去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女找男的新常态。特别是对那些年龄超过30岁的女性来说，这种变化背后有很多因素。第一，人口性别比例失调。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，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近3500万人。按理说，女性应该更抢手才对，但问题是，这些剩余的男性大多集中在农村和小城镇，而城市里的优质女性却不愿意下嫁。第二，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男性普遍倾向于找比自己年轻、学历不高于自己的女性，而女性则喜欢嫁上去，希望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，这就导致了高学历、高收入的女性择偶范围被大大压缩。第三，现代女性的经济独立。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，不再需要依靠婚姻来获取经济保障。这本是好事，但也导致了很多女性推迟婚恋决策的时间，等到想结婚时，却发现好的资源早已被瓜分殆尽。第四，生育问题。虽然现在医疗技术发达，35岁以上女性也能生育，但风险确实比年轻女性高。对于想要孩子的男性来说，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女性作为伴侣。基于这些现实情况，我常常给那些年龄超过30岁，特别是3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一些建议。首先，调整心态，接受现实，明白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位置，不要盲目自信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其次，适当降低标准，扩大选择范围，可以考虑比自己大一些的男性，或者接受二婚带孩子的男性。第三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。年龄大的女性虽然在外表上可能不如年轻女孩，但在阅历、稳重、经济能力等方面却有优势，要学会包装和展示这些优点。第四，主动出击，不要被动等待。在相亲过程中，不要过分端着，适当表现出自己的好感和诚意。第五，如果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也要学会独立快乐的生活。单身不等于不幸福，关键是要有健康的心态和丰富的生活。说到这儿，我不禁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个特殊案例。陈女士36岁，某国企中层，收入稳定，人长得也挺标致。她来找我时，情绪非常低落。丽姐，我真的好绝望啊！昨天参加了大学同学聚会，发现班上30个女生，只有我和另外2个还单着，其他人不是结婚生子了，就是已经谈婚论嫁了。我妈前2天还打电话说，村里比我小2岁的姑娘，孩子都上小学了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咱们总能找到合适的。结果陈女士直接哭了，可我真的等不起了啊！我都36了。再过几年就40了。我前2天去医院体检，医生告诉我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。我真的好怕啊，怕自己这辈子就这样孤独终老。面对陈女士的崩溃，我只能耐心开导，陈小姐，你要相信，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。与其找个不合适的人将就过一辈子，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。再说了，36岁也不算太大，我们还有机会的。后来我给陈女士安排了几次相亲，有一次她遇到了一位不错的男士，48岁，离异，带一个14岁的女儿，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。2人聊得挺投机，也互有好感。但当谈到结婚生子的问题时，男方明确表示不想再要孩子了。我已经有一个女儿了，她现在正是叛逆期，我忙着事业，实在没精力再带小孩了。男方说得很坦率，陈女士当场就沉默了。回来后，她告诉我，丽姐，他人挺好的，各方面都挺合适，就是不愿意要孩子。可我真的很想有自己的孩子啊！我能理解陈女士的纠结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，结婚生子被视为人生的必经之路，特别是对女性来说，没有孩子的婚姻似乎总是缺少了什么。但现实往往很残酷，到了一定年龄，我们不得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。最终，陈女士选择了继续等待，
希望能遇到愿意跟他组建家庭、生儿育女的男士，但截至目前，他仍然单身。这样的例子在我的工作中实在太多了。每次看到这些优秀的女性因为年龄问题被婚恋市场边缘化，我都感到非常惋惜。她们本可以在年轻时就找到合适的伴侣，组建幸福的家庭，但因为各种原因，错过了最佳的婚恋时机。等到回过头来想认真对待婚姻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太多选择权。最近这几年，我接待的30岁以上单身女性越来越多，而且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条件都不错，有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，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伴侣。相比之下，条件相当的男性，即使年龄大一些，也很容易找到心仪的对象。这种现象让我不禁反思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客观因素外，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女性自身的期望值过高，很多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，因为自己条件不错，就觉得理应找个条件更好的男性。她们希望男方比自己高，比自己帅，比自己有钱，比自己有能力，最好还性格温柔，会体贴人。可问题是，这样的完美男友几乎不存在，即使存在，也早就被人抢走了。不仅如此，很多女性还存在一种宁缺毋滥的心态，认为与其找个不合适的人过一辈子，不如一个人潇洒自在。这种想法乍听起来没错，但问题是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们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小，最终可能真的就剩下一个人这唯一选项了。我记得有一位客户钱女士，45岁，高知精英，年薪100万以上。初次见面时，她就开门见山：丽姐，我知道自己年龄大了，要求也不高，只要人品好，有共同语言，能互相尊重理解就行。听起来挺合理，但当我具体询问她的要求时，却发现她的不高并不那么不高，年龄最多比我大10岁吧，身高至少1.75米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有稳定工作和收入，最好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，有房有车，无不良嗜好，身体健康。我听完后哭笑不得。钱女士，按照你这个标准，咱们数据库里符合条件的男性，年龄在45到55岁之间的，已婚率超过95%，剩下那不到5%的人，许多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要么性格古怪，要么挑剔过度，要么钱女士听后很沮丧。那我真的没希望了吗？也不是完全没希望，我安慰她，但你必须更加现实一些。比如年龄可以放宽到60岁左右，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很多都退休了，有时间陪伴你，经济条件也比较稳定。或者你可以考虑接受身体有些小毛病的男性，只要不是大病就行。再或者可以考虑接受没有太多经济基础的男性，毕竟你自己条件不错，不需要依赖对方在经济上给予太多支持。钱女士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说：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但我知道她可能永远都不会考虑好，因为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。她依然期待着那个完美的白马王子出现，即使理智上明白这几乎不可能。这就是当今中国相亲市场的残酷现实。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，特别是那些条件优越的剩女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婚恋市场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，男性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。所以我常常告诫那些还年轻的女孩子，不要把婚姻看得太轻，也不要把标准定得太高。在你20多岁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条件不错，真心喜欢你的男生，即使他不是十全十美，也要好好珍惜。因为等你30几岁再回头找时，你会发现当初看不上的那些男生，现在可能已经成了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象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女性一定要为了结婚而委屈自己，找个不喜欢的人凑合过一辈子。我想表达的是，在感情和婚姻这件事上，我们要有现实的认知，不要被各种浪漫的爱情电影或小说误导，认为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完美的人。现实中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关键是能否找到彼此包容、互相扶持的伴侣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30岁以上还单身的女性说，别气馁。虽然市场已经逆转，虽然形势对你们不利，
但只要调整好心态，放宽眼界，依然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关键是不要被世俗的眼光和传统的观念束缚，勇敢地做出改变，主动出击，把握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。同时，也希望那些还年轻的女孩子们能从前辈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不要等到年龄大了才后悔莫及。青春易逝，好姻缘难求，且行且珍惜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